上个月的新品也太多了，更新到都直接发烧躺倒了。虽然每一期都有小伙伴留言催更啊，但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有谁评论过想看这一个。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这么不待见黑胡子的吗？之前拍艾斯的那一期我就说过啊，整个海贼里我最讨厌的角色就是黑胡子了，倒不是因为他打败了艾斯，而是这位黑胡子的人设。虽然顶着传奇英国海贼黑胡子的称号，也用着同为地奇的名字，但尾田对这位角色的塑造却让我想到了三国历史的一位故人。孟德兄真的是很难圈粉我啊，尤其是那段借宿吕伯奢家，误杀其家眷又残杀老翁的行为，堪称是狼心狗肺啊，看得小时候的我牙痒痒。而那句经典的宁椒，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 OK， 那么说回到玩具啊，这次的玩具做的是黑胡子已经是4皇的形态了。以黑胡子的实际体积来说呢，确实得配得上这么大一个盒子啊。咱们先来开箱看一看，盒子虽然大，但配件少的可怜啊，就是手型、面雕、支架老三样。另外多了3把手枪啊，但这其实都是本体的一部分，得沿着滑槽滑到裤裆里面。这黑胡子怕不是有什么癖好啊，3个枪口对着裤裆，而且插得这么深，看来下面也缠绕着霸气。整个枪的涂装和造型都很好啊，但可惜的是，实际上剧情中就根本没怎么见过黑胡子开枪，毕竟根本就不需要嘛。身为双果实能力者加霸王色，最近更是爆出其洛克斯之子的身份，这血统和机制怎么感觉比路飞还要主角啊？当然，目前他能吃多果实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，很多人猜测他的身体就和他帽子上的海贼旗标志一样，是个3合1人，可能有多心脏多人格。这样也能解释黑胡子为什么晚上不睡觉，缺的牙齿还经常会变换等等的细节。不过说到这个缺牙的细节啊，玩具这次虽然是给了3个面雕，但3个面雕缺牙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。而且黑胡子一般打架上来一定要吃瘪一次，但也没有给什么流血之类的面雕啊，万代你真的不够严谨啊。不过就表情和神态来说啊，还是还原的非常到位的，很黑胡子。面雕的替换是比较麻烦的，需要拿掉帽子，然后再把胡子拔掉换上去才行，非常的麻烦。而且这个胡子还很容易松，很容易掉。个人对这次面雕的质和量啊都没法给个好评。其他的配件方面就是手型了，黑胡子从一开始出场就戴着这无限手套一样的宝石，那玩具这里的细节还原做的还是相当漂亮的。握拳手、用力抓的手型、放松开掌手、五指摊开手，造型和细节涂装都很 nice， 摆 pose 也很够用了。除此之外就是这个黄色的绒布披风了，终于不像凯多那样做成塑胶的了。但很无语的是，这次用的是魔术贴啊，而且整个背面这个裸露出来的样子啊，真的丑得让人无语啊。不过披风的材质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也有铁丝凹造型，但这个颜色的饱和度也太高了，成为4皇真就是黄袍加身了呗。但说是黄啊，实际还是一方诸侯，跟曹孟德当年也是如出一辙。要说黑胡子跟曹操还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，那就不得不提到这句话了。龙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，大则星云吐雾，小则隐介藏形，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，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。方今春深，龙乘时变化。黑胡子能成就一番霸业，却有其过人之处。回顾其经历，幼年时为了能进入白胡子的船队，能跪地哀求叫爸爸；为了能得到暗暗果实，可以装3好青年，直到38岁。即便其实力已经到了能让红发脸上留下3道疤痕，但依然被其隐藏了起来。直到暗暗果实的到来，弑杀对仗，此等计谋城府决断，称得上是枭雄。很多人认为尾田给黑胡子安个爹是血统论啊，可从黑胡子的这段经历来看，洛克斯最大的作用可能也只是让白胡子收留了黑胡子，以及让黑胡子认准了白胡子一定会收集到暗暗果实。但至于怎么夺取，怎么隐忍，甚至于怎么成长，都是黑胡子的个人努力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角色。这些特点在他后期向4皇的升级之路中也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。首先就是他早就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升级计划，第一步就是捕获路飞，换取七武海之位，以获得上牌桌的权利。结果中途杀出了艾斯，黑胡子将计就计，拿下了艾斯，更是成了之后顶上战争的罪魁祸首。而这自然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，一来能够趁乱在推进城 LV6 中收获那些穷凶极恶的他梦想中的未来臣民，革命军本部重回蜂巢岛，期间不断杀死能力者，夺取果实，突袭女帝，绑架克比。另一方面又抓到了布林，解读历史正文，又趁罗一行与大妈战斗后拦截船队，夺取历史正文。全部もらうぞ、ロードポーネグリフ。
设定说黑胡子有研究历史的爱好啊，但结合黑胡子以世界作为目标，那个和洛克斯一样的世界，所以研究历史正文只不过是黑胡子实现其野心的关键一步。可以说他走的每一步啊，都是实力扎实且又逻辑缜密的。虽然做事不择手段，但权谋胆略不得不让人折服，可谓贼王枭雄。刚刚的几张 pose 不知道有没有彰显出其邪恶霸道的实力呢？但其实不加特效的话，摆出来的造型真的非常毕竟这次的玩具真的可动很一般啊。首先是这个低头幅度啊，也就30度左右，而且容易把这个面雕给顶出来。抬头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也就20度多一点。左右歪头幅度也不行，而且帽子也容易拽掉。整个头部的左右平转也干涉非常严重，反正是到不了90度的。虽然脖子是个2段大球冠，但可动真的很差。大臂根部的平移关节倒是做得很有意思，能像这样前后做将近45度以上的活动范围。大臂根部的360度大风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这个内部的关节设计其实是很有问题的，像这样平台只能到60度多一点。平转的360度切面关节倒是有做出来，曲肘是双段关节，但是幅度就90度多一点吧。腕部的球冠下面还有一段空心轴的转轴，不过很容易脱出，而且幅度也就30度多一点的样子。胸腰的弯折关节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它把上段的关节藏在了胸部的下方，和胸肌的造型简直是浑然一体。而且加上肚子处的弯折关节，总的弯腰范围能到45度左右，非常的优秀。但后仰由于后方衣服的干涉，实际的范围大概也就是20度多一点的样子。左右的侧摆范围也是很差劲的，大概也就是20度多一点。而且这个衣服看起来是有干涉，其实是没有干涉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只做到了这么一点的幅度啊，而且还非常的难掰。左右的平转是只能用胸部上段去转的，而且转动的幅度大概是75度左右。100分了3段做了这样的翻起转轴关节，每一片都能像这样抬起90度左右，不过由于100是硬胶做的，重量有点大，所以把持力度不是很强。小短腿的前踢能达到90度，后踢也能有60度的幅度，还是挺意外的。侧踢能达到接近90度的范围，而大腿根部当然也能够这样平转360度，但是屈膝就比较差劲了，大概只有90度不到的样子。其实整个脚部的关节把持力度也是比较松的，是支撑不起整个身体的。脚踝部分可以做到左右的平转，整个脚掌的上下抬通过这个空心装的翻折关节，其实是可以做到上下60度的幅度的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脚尖也做了一段45度的独立抬起，整个脚掌的接地其实是有点作弊的，其实还是用了之前的翻折的关节，是通过像这样找角度的旋转和弯折来做到60度以上的大幅度接地，但范围还是挺给力的。当然了，虽然可动确实是很一般，但不论凯多还是黑胡子啊，这条线都是完全新开模新设计的。戴哥能这样出其实就已经很用心了，而且这次的漆面涂装质量、移印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，我甚至觉得比其他正常比例的套同素体的人物都要好啊。再配合上这个体积，这个950的定价在现在戴哥一票涨价产品里感觉还挺良心的，更何况现在价格还在暴跌，买来做之后和路飞一战的配件包也算是不错。哦对了，这次玩具带的是妮卡的面雕，这是在暗示黑胡子打路飞的剧情已经不远了吗？其实黑胡子就是路飞的影子，是一种反向的对称。黑胡子的成长是隐忍，是权谋，是算计，是大人世界的肮脏与斗争，而路飞的成长却是纯粹的少年与拼搏。路飞和他的船员们有着令所有读者羡慕的羁绊，但黑胡子和船员们才是这个现实世界的常态，不过是利益关系罢了。就如同曹操与刘备的对比一样，黑胡子所展现的才是乱世霸主所该有的黑暗与狡诈。所以说到底我还是很讨厌黑胡子，但黑胡子和路飞还是有着相同之处的，那就是同为霸王色持有者的志向与胸怀。あいつらの言う新時代ってのはクソだ。海賊が夢を見る時代が終わるって？おい人の夢は終わらねえ。好的，那么本期的黑胡子魔玩人物志就到这里啦，大家下期再见。